独留兄弟两人自己消化刚刚的冲击。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听过家人两个字了，突然听到，只觉得心里酸酸胀胀的。兄弟两人对视的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神里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以后只要他们兄弟二人活着，就一定要护好白悠悠，哪怕是用自己的性命去抵也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还得起白悠悠的救命之恩，跟这番看重之情。叮，恭喜宿主获得木一信仰值10点，获得木二信仰值10点，当前信仰值80点。什么情况？不明白这两兄弟是怎么回事？怎么一言不合就给涨信仰值？能不能跟他说一下他们涨信仰值的点在哪里啊？要是能从这两兄弟这里知道刷信仰值的技巧，他以后还怕空间升不了级吗？白悠悠哪里知道，他一个小小的举动，在没有接受过多少善意的兄弟二人眼里有多可贵。怎么了？没什么。先做饭吧，吃了晚饭点再跟你说。我们煎些鱼，我早前还泡了些蘑菇干，晚上就做蘑菇干炖点肉汤吧。如今白悠悠会做的菜，他几乎都学会了。虽然火候没有白悠悠掌握的好，但也不算难吃。二话没说，就开始跟白悠悠一起处理食材。考虑到雄性兽人的食量，白悠悠还特意多弄了一些肉。在盖到锅盖之前，最后没忍住，偷偷往锅里放了10克左右的灵泉水，希望可以帮到木一的伤势。其实他的小动作都被鲁修收入了眼底。白悠悠可不知道自己的小动作已经被鲁修发现了。他等炖肉这边的灶台里就放了4个红薯埋进去，想着让那兄弟俩也尝尝烤红薯的香甜。小夫妻俩在这边忙碌着，那边的兄弟两人闻着空气中的香味，已经开始流口水了。特别是木一，他早前虽然也吃过木二给他留的炖肉，虽然觉得美味，可毕竟已经冷了，哪里有现在的冲击大？更何况那煎鱼的香味太过霸道，简直无孔不入。别说木二一个小兽人，就算是木一这个自认为成熟稳重的成年兽人，此刻都已经馋得快要忍不住上前去看看，去尝尝了。鱼煎起来很快，没过多久就煎好了。等白悠悠宣布开饭的时候，木二一溜烟就跑到了白悠悠的面前，便给他盛了2大碗的蘑菇炖肉，又给了1碗的煎鱼，让他端过去跟他哥哥一起吃。你哥哥伤口还没好，煎鱼尝尝鲜就行，不可多食，让他多吃一些炖肉，我做的多，锅里还有，一会儿自己去盛，知道了吗？先感激地看了白悠悠一眼，然后才端着食物快速回到了木一休息的角落。木一自然也听到了白悠悠的话，心里微暖，突然就有了一点从来都没有过的归宿感。这种感觉非常美好，让他有了家的感觉，让他想要珍惜，想要牢牢守护。白悠悠只是凭着本心做事，他的成长环境跟所受的教育跟这个世界的兽人很不一样，所以对他来说并不觉得自己对这两兄弟有多好，自然也就不会想到他这个自认为平常的举动对这两兄弟意味着什么。白姐姐，你这是什么味道啊？好香甜呀！烤红薯啊，等会儿就可以吃了，你跟你哥哥都有。一听到自己跟哥哥都有份儿，木儿眼睛都亮了。虽然已经吃饱了，可还是个幼崽的他依旧馋得不行，赶紧跑过去把洗碗的工作都给包了下来。木儿只觉得从记事以来，他就从来没有这么安逸幸福过，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与向往。鲁修一直默不作声地观察着一言一行，也还算是满意。只要知道感恩，那便值得信任一二。等红薯熟了以后，鲁修就过去全都给掏了出来，留了2个给兄弟2人，然后拿着另外2个拉着白悠悠进入了属于他们2人的私密空间。阿修，这兄弟2人老是莫名其妙的给我信仰值，刚刚他们1人给了我10点，现在木耳跟木一都给了我40点信仰值，我现在只差20点信仰值就又可以给空间升级了。流浪兽人自然是最懂流浪兽人的，稍微想了想便知道这2兄弟是怎么回事了。悠悠不知道他们的想法很正常，你也不需要去猜想什么，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以你本心做事就行。那好吧，我只是有些好奇罢了。当人身处在阴冷黑暗的深渊时，会对自己看到的一切温暖向往，如果有机会接近，那便绝对不会放过。不知道鲁修是在说那2兄弟，还是在说他自己。是不是因为悠悠嘴甜的缘故呀？我现在能不能尝尝？能不能来个人把这个一言不合就开溜的臭流氓弄走？白悠悠在内心尖叫，他发现现在的鲁兄真是越来越会撩，
回回都能撩得他脸红心跳。要不是因为这里没有网络，白悠悠绝对会怀疑鲁修是不是去网上看了点什么这方面的教程，要不然怎么突然就开窍了？他哪里知道鲁修本性就是如此，蛇性本淫。鲁修作为一个蛇类兽人，某些方面是天生的。最开始对着白悠悠规规矩矩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白悠悠开始的抗拒态度。刚开始鲁修不过就是没忍住亲了亲白悠悠的脖子，就把白悠悠吓得脸色苍白，泪流不止。鲁修只得忍着本性慢慢吐之。如今可不一样了，随着鲁修一点点的试探，大概已经知道白悠悠的底线在哪里了，自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小心翼翼、束手束脚的装憨厚老实人。逗你的，这唇还肿着呢，我要是再尝几口，估计得疼了。肿了？你刚刚为什么不说？那我刚刚那样出去啊！你！当看到鲁修眼里的笑意后，白悠悠就知道这臭流氓是故意的，气得他抬手就揪住了鲁修的大耳朵，羞愤道：“呀，臭流氓！以后你休想再亲我，晚上也别想搂着我睡。”时间过得很快，木一的伤口终于完全长好了，而按照往年的时间来算，距离冬日过去已经不足半月了。如果是往年，现在应该已经停止下雪，而雪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完全没有要结束的意思。鲁修最近几日心情有些沉重，站在窗口跟同样脸色难看的木一对视了一眼，都明白了对方的意思。鲁修，我这几日怎么觉得你怪怪的？还有你怎么也有些怪怪的？鲁修看了白悠悠一眼，眼神里带了一些愧疚。悠悠，对不起啊，我暂时不能给你一个属于你的部落了。是出什么事了吗？按照原来的计划，鲁修原本是打算等木一好了以后，就趁着冬日最后这点时间去招揽一些可信的兽人，成为新部落的一员。可如今听鲁修的意思，好像事情有变啊。这个冬日跟往常不一样，看样子冬日肯定会延长。这有什么关系？我们的食物够多，还能吃很久，也饿不着呀。如果是这样，当然没有关系了。可是，一般这种情况后就会出现雪崩。雪崩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等这个延长的冬季过去，迎来的不会是春季，而是直接引来的酷暑。到时候一定会发大水，动物植物都会被波及。到时候我们就算能躲过雪崩和大水，也会因为找不到食物而挨饿。这么严重的吗？那我们要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样坐以待毙吧？这种情况我们只能选择搬家，而且要越快越好。我们所在的地方地势太矮，不管是雪崩还是发大水，我们都很难躲过。搬家就搬家吧，只要我们一直在一起，混到哪里都行。反正我们本来也是要搬家的呀，这只是要搬得更远一些，没有什么差别啦。鲁修原本以为白悠悠会害怕，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反过来安慰自己，心里稍微放松了一些。他就怕白悠悠会嫌他无用，还要跟他奔波。阿修，我们大概还有多久时间？我想现在就开始准备路上的食物。鲁修闻言也严肃了起来，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最多2日，我们就得离开了。知道了，这2日你们都多帮忙，我们要多弄些食物路上吃。兄弟2人自然不会拒绝。做好了决定，白悠悠就让鲁修把磨好的黑豆粉全都给搬了出来，让兄弟2人帮忙和面，而自己则是开始做锅盔。而鲁修则是被白悠悠安排去切肉，白悠悠准备等饼做好以后，就把所有的肉都给煮了。几个人一直忙到晚上才停了下来，随便吃了一点饼就各自休息了。怎么了？累着了吗？抬手就给白悠悠捏起了肩膀。是我累着你了，明日你坐着休息就行，剩下的我来做就好。我不怎么累，我只是有事想跟你商量。什么事儿啊？白悠悠抿了抿唇，看了看洞里的东西，还有让鲁修挖的石窖。我想跟木一木二撒个谎，换个方式透露一点空间的事情。不行，我虽然接受了他们，可我却无法完全信任他们呀，更不可能让他们知道你的秘密。万一他们起了贪心，或者是有别的心思，你会有危险，这绝对不行。白悠悠当然知道鲁修在担心了，这个担心别说鲁修，他自己也有。可在现在的情况下，他能想到的只有信木一他们一回。阿修，
你先听我讲完好不好？我现在的空间并不能装下所有的食物跟一些家当，以后的情况还是未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新的食物很难说。他们兄弟二人以后要一直跟着我们一起行动，我不可能凭空多出物资来，我也不想老是找一些借口，而且我还想种地，没有种子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我想让空间再升一级，升级后空间会变得更大，这样我就能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可是空间升不升级跟你告不告诉那两兄弟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啊，笑眯眯地说道。你第一次见我凭空取物的时候，不是还拿我当兽神的使者吗？你说他们两兄弟要是看到了会怎么想？会不会给我一些信仰值？我现在可只差20点信仰值就可以升级了呢。说来也奇怪，你那时候为什么一点信仰值都没给我？你不是都拿我当兽神的使者了吗？可能是因为我对你只有爱意，生不起别的情绪吧。白悠悠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么严肃的一个问题，到了鲁修这里竟然直接成了另类的表白了。说的脸皮薄的白悠悠脸都有些红了，可他仔细想一想，不得不说鲁修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白悠悠正想着呢，鲁修却直接把话题拉了回来。悠悠，你即使想要给空间升级也犯不着这个险呀。以前没跟他们说你空间的事儿，他们不也给你信仰值了吗？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而且我也不是真要告诉他们空间的事，我可以换个说法。换个说法怎么说呀？鲁修有些好奇，想听听白悠悠的想法，再决定要不要同意。明日就跟他们说，我今晚受到了兽神给的指点，让我可以暂时把东西先放到兽神那里保存，等我需要的时候再取来用。这样行吗？而且你这样借着兽神的名义，兽神不会生气？白悠悠听了这话，嘴角抽了抽，他怎么忘了鲁修也是兽神的崇拜者？哎呀，不会，我的一切难道不是兽神给的吗？既然兽神都愿意给我这么多好处了，又怎么会在意这点小事儿？我知道你还在担心木一他们会不会有坏心思，可是阿修，我们需要伙伴啊，需要能够全心信任的伙伴啊。如果明日他们听了我这话，见了我凭空取物的本事，给了信仰值的话，就说明他们没有坏心思可以信。如果没有，就说明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也好早些分道扬镳，你说对不对？悠悠，我可以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分道扬镳是不可能的。鲁修说着，眼睛透出了一丝冷意。他们知道你的秘密后，就只有2条路，要么是同路人，要么是死人。我不可能放任他们带着你的秘密离开的。对着鲁修自嘲地笑了笑。阿修，我们不愧是伴侣，果然是同类人呢。白悠悠一直都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大善人，可却从来没有像此时这般把自己看得透彻过。如果没有威胁到他的话，他可能会有善意，可是真的遇到可能会威胁到他的性命，或者是威胁到他在意之人性命时，他也是不会手软的。即便对方跟自己相处了些日子，结果都一样。毕竟让兄弟两人知道他能与兽神有所联系后，如果他们有了别的想法给传了出去，那他跟鲁修将永无安宁之日。鲁修刚开始还没明白白悠悠那话的意思，等回过味来的时候，他虽然有些震惊，却又松了一口气。他就怕白悠悠会心慈手软，到时候阻止他灭口。他都已经做好惹哭白悠悠的准备了，却没想到白悠悠会是这样的选择。悠悠，也不必难过，木一木二看起来挺靠谱的，我们不一定会走到那一步。希望如此吧。第二日，白悠悠看着自己面前的两兄弟，眼神有些复杂，但一想到未来的时间还那么长，如果他们经受不住这个考验，那便也是各自的命数。如果兄弟两人没有其他异心，以后就拿他们当亲人对待。如果兄弟二人真的起了别的心思，那也怪不得他跟鲁修不留情面了。毕竟这两人当初可都是发过誓要把命给他的，那就怪不得他心狠了。木一、木二，我能相信你们吗？兄弟二人从刚刚开始看到白悠悠的表情时，就猜到白悠悠跟鲁修应该是有要事跟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们兄弟二人早就对兽神发过誓，以后这条命就是卢老大跟大嫂的了。大嫂要是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们兄弟二人就是拼了命也会想办法去做到的。那你们先看好了。话音刚落，手里的碗便不见了，然后将刚刚收进空间的碗
当着兄弟二人的面拿了出来。白姐姐，你，眼前发生的事情，在兄弟二人看来就是神迹呀，这是兽神才能有的本事。你们冷静点，仔细听我把话讲完。兄弟二人被鲁修这一声吼，立刻冷静了下来。白悠悠没想到兄弟二人的反应会这么大，觉得有些无语，但却不想再耽搁时间了，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便把昨日跟鲁修商量好的借口跟兄弟二人说了一遍。这应该是兽神给我们的机缘，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大灾之年活下去。白悠悠说着说着就有些脸红，耳边就传来了久违的系统音。叮！恭喜宿主获得木1信仰值50点，木2信仰值50点，当前信仰值180点。叮！恭喜宿主已达到空间升级标准，系统将自动为空间升级。叮！扣除信仰值100点，当前所剩信仰值80点。叮！系统空间升级完毕，当前空间等级3级，空间扩大到10平方，空间灵泉每日变为80克。叮！此次升级完毕，再次升级需400信仰值，请宿主继续努力，期待下次为您升级。白悠悠听着一连串的系统提示音，整个人都傻了，看向木1跟木2的表情也变得极为精彩。他原本想着这两人能一人给他个10点信仰值就不错了，谁能想到他们直接一人给了50，就差一点点，他们的信仰值就要给刷满了呀。木1跟木2都还在震惊中，所以并没有发现白悠悠的异常，但是一直关注着白悠悠的鲁修却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对木1木2说道：别愣着，把肉煮了，明日我们就出发离开这里。兄弟二人听了这话，明显是还没有缓过神来。鲁修也没多管两人。怎么样，涨了多少信仰值？你怎么知道涨了？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一副惊呆了的样子，我想不知道都难。这么明显吗？然后才把刚刚的事情都跟鲁修说了一遍。这是好事啊，说明这兄弟二人信得过，悠悠也就不用继续纠结了。确实是好事，那我们也就别闲着了，我去收拾东西，你去帮他们兄弟二人煮肉吧，顺便煮几盆红薯甜汤，我去装到空间里面，到时候还能吃点热东西。阿修，他们兄弟二人虽然没有2心，但是也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的厉害性，让他们管好自己的嘴，以后心里有数就行，不可再提起，特别是木2，年龄还小，我怕他会不经事，这事儿还得你去说，他们比较怕你。行，悠悠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等收拾的差不多的时候，白悠悠才想起自己还没有看看系统的空间面板。打开系统面板，只是如今他根本就用不上系统的鉴定次数，所以也就没怎么在意，直接就打开了空间面板。空间升级面板，当前等级3级，可升级。空间升级条件480%，空间容量10立方，空间灵泉每日80克，可积累储存。可积累储存？不管怎样，这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以后他用不完的灵泉水就可以储存起来，等到自己开荒的时候也就不愁了。白悠悠一进厨房，大嫂，以后我们兄弟二人一定好好为你跟卢老大做事，绝对不会辜负你对我们兄弟二人的信任。白悠悠在他们眼里那就是真正的神女，是兽神的使者，是能带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生存下去的人。悠悠，我们只有3个木盆，装不了太多的甜汤，就煮了2锅就不行了。这点甜汤明显是不够。白悠悠左右看了看，便把目光放到了墙边的装水的石缸上。用石缸吧，这个能装得多些。我们煮1石缸甜汤，至于这几个盆就留着装姜汤吧。等到晚上一切忙完，白悠悠看了看自己的空间，煮熟的肉块、煎好的鱼、熬的热汤都已经装进去了，像排骨那些等它辣椒多了就可以红烧着吃，那味道啊别提多美了。等着鲁修一起躺在石床上的时候，就直接窝在鲁修的怀里睡着了。鲁修看着熟睡过去的白悠悠，眼里闪过一丝心疼之色。原本是想好好照顾这个小雌性，好好保护这个小雌性的，可如今却要让这个小雌性跟着自己一起受累，过了今晚还要跟着他出去受冻，他很是愧疚，却又无可奈何，只希望能够早些找到可以让他们安定下来的地方，
让他能够早日给他的小雌性一个安稳的家，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他必须要保存好体力，保持最好的状态。外面的世界太危险，而带着雌性赶路的他必须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便也跟着一起进入了梦乡。第二日，几个人已经出了山洞有些时间了，外面的雪很厚，几个人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因为有空间的缘故，他们手里都没有行李，非常的轻便。雪花纷纷飘落，鲁修把他保护得很好，被抱得很紧。白悠悠缩在鲁修的怀里。阿修，你冷不冷啊？已经走这么久了，我们要不先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吧？鲁修低头看了一眼白悠悠，猜到他大概是在心疼自己。天色有些晚了，是该找个地方休息了。晚上赶路不太好。来，看看附近有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别走太远啊，找不到就回。兄弟二人闻言点了点头，便一左一右的往前快步走去。而鲁修就抱着白悠悠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没过多久，木一就回来了。哎，陆老大，那边有个山洞，刚好背着风，积雪没有把洞口堵死，处理一下就可以暂住。几个人才一起跟着木一去了他们说的那个山洞。白悠悠便给每人递了一碗加了灵泉水的热姜汤，被白悠悠放在空间里面，一点都没有变凉，滚烫滚烫的。喝完了，身上也跟着变得暖和了些。阿修，我们现在的这个方向通往哪里呀？在那座高山另一边。那边不下雪吗？为什么要去那里呀？当然会下雪啊！你现在看着那里，觉得那里是座大山，等你上去以后，就会发现那里是另一块地域，跟平原差不多，只是地势更高而已。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高处定居，化雪时雪水就会往下流，我们在高处就会很安全。那里我以前去过，那里有几片地方都比较空阔，到时候可以给你种地用。白悠悠听了这话，眼睛就亮了亮。种地这事儿可是他的心病，对他来说，只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他才不会慌。对着鲁修点了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吃饱了就各自休息了。天一亮，大家还得继续赶路呢。那地方看着挺近的，可现在外面的路并不好走。等几人走过去，还不知道要走多少天呢。接下来的几天，白悠悠跟着鲁修他们一起赶路。就在白悠悠以为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时候，他们遇到了几个流浪兽人，并且还是木一跟木二的熟人。哟，没想到你们两个废物竟然还活着，看来是我们有缘啊！我们兄弟二人的食物已经被你们几个抢光了，你们还拦着我们做什么？嘿嘿，他怀里抱着的是个什么东西？乖乖把东西放下，本大爷就放你们离开。你休想！你……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鲁修便把白悠悠放了下来。而白悠悠的身形跟脸蛋就这样暴露了出来。那几个兽人怎么也没有想到，鲁修怀里抱着的竟然是个娇小漂亮的小雌性，一个个不祥兽人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最不堪的甚至已经开始流口水了。他们可太久没见过雌性了，更别说是这么鲜嫩漂亮的小雌性。这会儿一个个都没心情管什么食物了，只想把眼前的小雌性占为己有。那个狼脸兽人看着白悠悠跟鲁修的表现，本能的觉得有点不对劲，竟然没有在他们身上看到半点的惊慌。可他这会儿已经被色欲蒙蔽了理智，却因着自己这边人多而有恃无恐。小雌性，来哥哥这里，跟着那两个废物能有什么好日子？你跟着哥几个保证能把你喂得饱饱的。可几人笑声还没落下，只见一道粗长的黑影已经冲到了他们的面前。而那道黑影一招就不后面收取，而是直接快速地收割了他们的性命。被抽得远了些的狼脸兽人见到这一幕，吓得没了任何战斗的勇气，变成兽形直接扭头就跑。可他的速度根本就比不过那道黑影，还没跑多远就步了他们那几个兄弟的后尘。一切结束得太快，别说木一跟木二了，就连白悠悠都惊呆了。他知道鲁修厉害，可这跟以前相比，是不是厉害了太多了些？这战斗力还是人吗？而且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鲁修的兽形怎么感觉好像大了很多啊？等鲁修变回人形，走到白悠悠身边的时候，悠悠别怕了啊，没事了。阿修，有你在，我一点都不怕呀，我只是有些惊讶，你现在好像越来越厉害了。鲁修闻言低低笑了一声，凑到白悠悠耳边轻声回道：多亏了悠悠每日给我喝的灵泉水，
我现在不光战斗力越来越强，那方面也越来越……哎呀，你给我闭嘴！我现在拒绝跟你交流。他都怀疑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把这个臭流氓当成憨厚老实人的。什么老实人呢？哪里来的老实人？这简直就是他这辈子最眼瞎的一次。木一跟木二看着地上的那几具尸体，惊得嘴都合不拢了。就鲁修那个速度，那个爆发力，他们真的是闻所未闻。这还是人吗？他们甚至怀疑鲁修是不是跟白悠悠一样，也被兽神赐予了能力。不过鲁修被赐予的是战斗力而已，加上他们最近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明显得到了一些改善，便更加相信这个猜测了。白悠悠正跟鲁修斗嘴呢，耳边却突然传来了系统的声音：叮，恭喜宿主获得木一信仰值10点，木二信仰值10点，当前所剩信仰值100点。叮，恭喜宿主获得木一木二2位忠心的信徒，宿主可以放心让他们做任何事，信仰值满，将永不背叛。刚刚出手的是鲁修吧？为什么要给他涨信仰值？怎么了？鲁修听了白悠悠的阐述，有些意外的挑了挑眉，却觉得这是好事儿。等木一木二一一翻过后，只找到了一点盐跟一点干肉。哼，就这点东西也敢大言不惭地说养我的小雌性，真的是找死！木一木二听了鲁修这话有些无语，这个时间段的流浪兽人还能有吃的，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鲁修难道以为所有流浪兽人都能像他们一样过得这么滋润吗？别说流浪兽人了，就是部落里的那些兽人也没法跟鲁修比呀。不过他们也只敢在心里腹诽，可没勇气说出来。等白悠悠把东西收好以后，他们便继续赶路。好在接下来的时间再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幺蛾子，途中有碰到过几个流浪兽人，但他们都在鲁修他们逼近前各自远离了，并没有像那狼脸兽人一样凑过来。可能是不想惹事，也可能是因为那几个流浪兽人的人数没有那么多，不自信能赢过鲁修他们。就这样又走了几天，他们终于到了鲁修所说的那座高山下。白悠悠看着眼前这座高耸的山峰，艰难地咽了咽口水。鲁修，真的要爬过去吗？这上面都是雪，会不会踩空啊？山的这一面特别的陡峭，要不是鲁修说另外一边不一样的话，他是说什么也不会同意住这种地方的。哼，不用兽衔带着你，很快就能过去了。说着转头看向木一木二兄弟两人，说道：你们两个跟在我后边。兄弟二人对鲁修是100个信任，齐齐点头表示知道了。这山这么高，还这么陡峭，你能行吗？主要是因为雪把山上的地形都给掩盖了，他担心鲁修一个判断失误就会滚下来。这里我来过，记得一些地形。再说了，我的兽形够长够粗，只要用力得当就不会有问题的。嘿嘿，我行不行，悠悠你还不知道吗？难道是我以前表现的没能让悠悠满意？以后可莫要问这种问题，要不然我会想立刻证明给你看。哎呀，好了，我信了，你行，你最行。在白悠悠想伸手揪他耳朵之时，变成了兽形。下一刻，白悠悠就被鲁修卷着坐到了他的身上。鲁修把白悠悠固定好后，示意他们跟上，然后就快速往山顶冲去。这山太高，即便鲁修的速度够快了，可等几人到达山顶的时候，已经过去大半天了。白悠悠从鲁修的身上下来时，腿都有些麻了，低头往山下看了看，只觉得白茫茫一片，看久了还是会眩晕。嘿，到了这儿我们就算安全了，后面只需要找一个满意的落脚地定居就行了。白悠悠听了这话，朝着自己的周围看了看，发现就像鲁修说的，上了山以后，远远看去，有些地方甚至很平整，就跟普通的地面一样。你要是不往来的路看，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一座大山形成的。白悠悠松了一口气，觉得这里的情况比自己想象中的好太多了。那我们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临时住着吧。如今这个天气好像也做不了什么。鲁修也是这么认为的，就点头表示认同。而木一跟木二更是白悠悠说啥他们都觉得好，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几人便朝着前方而去。白悠悠边走边仔细观察自己身边的环境，毕竟以后可能就要在这里常住了，他还是想要找一个理想一点的地方。余光就看到了一些被积雪掩埋下的绿色。阿秀，我们去看看那是什么吧，生命力好强啊，这样冷的天气竟然还没死。鲁修淡淡扫了一眼回道，就是一些普通的野植，
每年冬至都会有一些耐寒的植物被积雪掩埋，但却不会死。白悠悠到了绿植的近处，才发现这东西不是只有一点点，而是成片的，只是被雪掩埋了，远处看不真切而已。落入眼帘的便是一大坨长得像大白菜一样的东西，但是却比大白菜大了3倍不止。白悠悠刚想撕下一点叶子看看，就惊奇地发现竟然开始慢慢变绿了。是我看错了吗？它怎么还变色呢？大嫂，这东西一直都会变色啊，往年冬日也会见着它，以前还有饿极了的兽人想吃它来着，谁知道一挖出来就变颜色了，所以就被认定为有毒，也就没人敢吃了。这东西长得那么像白菜，万一能吃呢？鉴定术已经很久没有派上用场了，现在不用更待何时？心里默念鉴定。雪包菜无毒可食用，无副作用。啊，是菜呀！近100天没有吃过新鲜的绿植了，他早就馋了白。要不是有胡萝卜在，他估计早就崩溃了。白悠悠动作过大，吓了鲁修跟木一木二一跳。悠悠，你怎么了？怎么突然这么激动啊？阿修，我们又有新鲜的食物了，这是雪包菜，可以吃的。真的吗？那我们快点挖走吧。木一也没有什么犹豫，一言不发，直接跟着木二一起挖了起来。如今的白悠悠在他们的心里那就是神女，神女说的话怎么可能会有错？白悠悠看到木一木二的动作，也想去帮忙，可刚迈开腿就被鲁修给拉了回来。就见鲁修此刻并没有什么欣喜的模样，反而是紧抿着唇，皱着眉头看着他。怎么了，阿修？鲁修此刻心里并不平静。白悠悠以前找到新的食物，他只以为是白悠悠懂得多，可刚刚白悠悠明明前一秒还在问他那是个什么东西，可在木一给出答案后，可他却立马肯定了那东西的名称与可食用性。而在给出肯定的答案前，白悠悠只做了一个动作，他只摸了一下那东西。再想想白悠悠以前让他多找些东西给他辨认，以及每次都是在把东西拿到手里后才给出答案的这些细节，鲁修心里有了一个猜测。如果他的猜测是真的，那就表明白悠悠还有事情瞒着他。鲁修越想心里越酸涩，看了一眼白悠悠询问的眼神，最终却什么也没说，眸光暗了暗，跟着木一木二一起挖雪包菜去了。他不是生气，他只是怕自己会忍不住问出口，他怕白悠悠会不愿意告诉他，他怕自己会打破如今的相处模式。他应该知足的，不应该贪图太多。白悠悠一脸懵地看着鲁修的背影，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却又说不上来，还没来得及细想，白姐姐，你不来装起来吗？白悠悠闻言抬头望去，就看到兄弟二人已经挖了不少雪包菜了，再挖30个左右就可以了。他的空间现在虽然大了很多，但是里面已经装了不少东西，要不是最近吃掉了不少食物，他连30个雪包菜都放不下去。白姐姐，那还有这么多呢，我们全都弄走吧。让它继续长着吧，这里又没有别人会吃这个，你还怕谁偷走吗？因啄木儿刚刚的打岔，白悠悠已经把鲁修刚刚的反常给忘了。他这会儿正在仔细的打量四周，在他看来，这里的土质能长出雪包菜，那应该也能长出别的东西，就有了在这附近安家的意思。这里还算平坦，又是高处，算是比较适合居住的了。左右看了看，就看到不远处的树林旁边有一座30米来高的山丘，还挺适合挖个山洞当临时居所的。白悠悠这会儿也没啥事儿，就自己往那边走去，想先观察一下这地方可行不可行。还没走几步，就被一直留意着他的鲁修追上了。悠悠要去哪儿啊？白悠悠并未多想，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跟鲁修说了一遍。鲁修听完稍微放松了一些，直接来到那山丘脚下，对着面前的石壁敲了。很结实，可以挖山洞。阿修，你带我到山丘上面去一下，我想看看这附近的地形跟环境。山丘是个锥形，顶上的面积只有50多平方米的样子。白悠悠走到山丘边往下看，就能把四周全收入眼底。左右看了看，就发现了一处不太一样的地方。阿修，你看那里像不像一条河？只见白悠悠手指的地方皆为白色，形成了一条蜿蜒的不规则长条形，一直向远处延伸。那的确是一条河，也是这片地区唯一的一条活水河。高兴地对鲁修说道：那我们就住在这里吧。这个地方易守难攻，还有水源跟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壤，算是很完美了。这地方地势高，半边还是陡峭的山坡，他们光是上来就花了大半天的时间，要是在那里弄点障碍，只会更难。这样以后他们要想在这里成立一个部落，就只需要建立半边的防守就行了。来到兄弟二人面前，
在地上随便画了一个他想要的山洞样式，就这样横着挖，分成2节，中间留一个能过人的过道就行。这样就算是2个房间了。另一个房间在山洞顶上开2个脑袋打的洞，透气就行，这样还暖和些。白悠悠可不想跟兄弟2人一起挤在一个山洞里住，就是他愿意，鲁修也不会愿意的，毕竟不是住1-2天，可能要住好久呢。兄弟2人自然没有任何异议，直接点头走到山丘那边，开始在白悠悠指定的位置挖他们的临时居所。挖山洞，白悠悠是帮不上什么忙了，他就想给干活的几个雄性煮一锅雪菜炖排骨跟大骨头，让他们尝尝鲜。这么久都没有喝过肉汤了，别说那几位了，就是白悠悠都有些馋了，更何况现在还有新鲜的蔬菜，这不尝尝怎么行？而且骨头汤只会比肉汤更鲜，他相信这几个兽人尝过以后一定会喜欢的。想到就做，白悠悠直接从空间里拿了一口大石锅出来，让莫尔帮他搬了几块大石头过来，一个简易的灶台就算是搭好了。这里满地都是积雪，白悠悠也不怕没有水可以用，就直接拿出干柴生火，弄了很多干净的雪，开始煮。雪包菜是现成的，去掉外面那几片叶子就是干净的，根本就不用洗，处理起来非常方便。最难处理的大概就是骨头了，因为没有砍刀之类，鲁修他们又要忙着在天黑前挖好山洞，所以一些坚硬的大骨头，白悠悠只能用处理干净了的石头来砸断。等骨头处理好的时候，锅里的水已经烧开了，把骨头烫洗了2遍，然后才重新烧水。等水开了，就往里面扔了些拍碎的姜，虽然很舍不得，但是往里面扔了几个辣椒添味，最后才把骨头放进去。炖骨头比较费时间，好在这会儿离天黑还早，而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已经吃过中午饭了，所以白悠悠也不急，就让他自己慢慢先炖着。等处理完手里的事儿，白悠悠就闲了下来，便将视线转到了不远处长雪包菜的地方，开始计划自己开荒的范围，还有房屋建造的位置、方向以及方法。鲁修主要就是负责挖，而那兄弟俩主要负责搬运挖出来的废石块跟泥块，3个人就这样配合着，倒也挺快的。没过多久，空气中就开始传来香喷喷的味道，让几个干活的兽人更有干劲儿了一些。在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这个临时的山洞就已经挖好了，而白悠悠的雪包菜也下锅了。等他们收工过来的时候，刚好可以开饭了。白悠悠提前尝了一下雪包菜的味道，清脆可口，还带着一点清香，比大白菜好吃多了。给每人盛了一大碗带菜的汤，骨头则是全都捞到了一个大木盆里，让他们想吃了就自己拿。又从空间里拿了一些还热乎着的锅盔当主食。莫尔闻着这香味早就馋了，以为会有顿肉吃，结果面前却摆了一大盆的骨头。他有些震惊地看着白悠悠，有些不确定地问道：白姐姐，我们是没肉吃了吗？他明明记得出发的时候有很多肉啊，难道被他们吃完了？不可能啊。这不就是肉吗？这个很好吃的，熬出来的汤也更加香浓，不信你试试呀。莫尔一吃就停不下来了，鲁修跟木一见他这样也开始吃了起来。白悠悠好笑地看着这几个兽人，别光顾着啃骨头呀，这个骨头汤也很棒的，拿来泡馍最适合不过。便也学着白悠悠的样子尝了尝，这一尝就停不下来了。特别是兄弟2人，原本对那个雪包菜是不抱有什么希望的，却没想到会这么可口，让他们恨不得把头埋在碗里。而鲁修表现的一直都很平静，安安静静地吃着自己碗里的东西，也不怎么搭话，甚至都不怎么抬眼去看白悠悠了。白悠悠就是再怎么迟钝，也发现了鲁修的不妥之处，却没有现在问出口，而是想着一会儿单独相处的时候问问他怎么了。没多久，一大锅的骨头汤加雪包菜跟一大盆的大头骨都被他们几人解决得干干净净。白悠悠把收尾的工作交给了兄弟2人，自己则是拉着鲁修以看看新挖的山洞的名义先回了山洞。可进了山洞后，反而直直地看着他。怎么了？阿修，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看着白悠悠那板着的小脸，就有些紧张。没有，悠悠，我绝对没有。我怎么可能会做对不起悠悠的事情呢？而且我一直都和悠悠在一起的，怎么可能有时间做什么对不起悠悠的事儿啊？悠悠，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让你误会了我？你跟我说，我改，我一定改。你先别生气，千万别生气。白悠悠当然相信鲁修不会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他只是想炸一炸鲁修，却没想把人给吓着了。白悠悠突然觉得心里有些难受，也是在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他跟鲁修之间的这份感情
从开始就是不平等的。鲁修因为自己是流浪兽人的原因，在白悠悠面前有些自卑，甚至会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么漂亮、优秀、这么神奇的白悠悠。再加上白悠悠最初的抗拒，让鲁修一直觉得自己如今能拥有这个人，完全是自己强求来的，所以他才会急着成立自己的部落，急着让自己变得更好，想让自己能够配得上白悠悠，想让白悠悠不后悔跟了他，能够全心全意的跟了他。所以只因白悠悠一句试探的话，他就会想到很多，是不是嫌弃他了，是不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最怕的是白悠悠是不是又想跑了。白悠悠要是知道鲁修的想法，一定会给当初那个逃跑的自己一个大嘴巴子，这简直就是给鲁修留下了心理阴影啊。红着小脸温柔地问道：阿修，你是不是心里有事啊？是不能跟我说的事吗？鲁修最受不了的就是白悠悠对他偶尔的温柔，这会让他产生错觉，会让他以为白悠悠其实也是有一点喜欢他的。可他清晰地记得，那日白悠悠送了他节礼信物以后，就在他以为白悠悠对他有意之时，等待他的却是白悠悠的逃跑。而如今因为这段时间甜蜜的相处，他本来都快要相信白悠悠完全接受他了，可突然发现白悠悠还有事瞒着他，并没有真正完全的信任他，这让他很难受，却又没有办法，更无法强求。阿修，我们不是伴侣吗？伴侣之间难道还有什么事不可以说的吗？你是不想说，还是不信我？那悠悠呢？悠悠可曾信我？可曾有事瞒着我？又可曾有一点喜欢我吗？仔细想想，他大概知道鲁修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不对劲了。肯定是他鉴定了雪包菜的时候，在鲁修这里露了马脚。白悠悠刚想解释，木一跟木二回来了，我跟鲁修出去巡视一下，你们早些休息。木二没过多久就睡着了，而木一却坐在一边等白悠悠他们回来，他决定要守夜。而白悠悠拉着鲁修一直走到山丘的另一头才停下来，靠着山壁处刚好能够让他们躲避风雪。阿修，我是还有点事没有跟你说，但我不是有意瞒着你的，我只是怕跟你说了以后你会不要我。再对上白悠悠那可怜巴巴的眼神，鲁修只觉得自己浑身都有些软绵绵的。阿修，你怎么了？你别这样啊，你说句话好不好？我有点害怕。白悠悠大概知道自己是真的栽在鲁修这个臭流氓手里了。哎，悠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会怕我不要你吗？悠悠，你是不是在哄我呀？见鲁修终于愿意交流了，白悠悠就稍微放松了一些。我说真的，没有哄你。悠悠，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啊？快，告诉我，你是喜欢我的，对不对？悠悠，你跟我在一起，不是因为其他，不是因为我的逼迫，仅仅是因为我这个人，对不对？悠悠，是这样的，对不对？他有些愧疚自己这么久以来，竟然从来就没有让鲁修有过安全感。他竟然从来没有发现过鲁修心里的不安跟脆弱，反而一直大大咧咧地享受着鲁修无微不至的照顾与关怀，甚至多次因为羞怯而拒绝鲁修的一些亲近行为，并且没有给过任何解释。他却忘了，这个世界的兽人伴侣的相处模式都是很奔放的，跟他以前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他现在只想让鲁修知道自己的心意，只想给鲁修足够的安全感。你凑近一点，我跟你说实话。自己则是把唇凑了上去。外面的天气是寒冷的，可白悠悠这个吻却是温暖的，直接暖到了鲁修的心里。鲁修原本还在等着答案，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呆呆愣愣地抱着主动吻上他的白悠悠，心脏砰砰直跳，还没来得及回应，白悠悠的嘴唇就离开了他的唇，反而来到他的耳边微颤着声音：阿修，你想不想要啊？我可以给你的。鲁修听了这话，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脑袋嗡嗡直响，甚至都快要不能思考了。艰难地咽了咽口水，不确定地看了看白悠悠，就见小磁性小脸通红，连耳朵都是红的，却还努力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鲁修眼神闪了闪，却没有回话，而是试探性地低下头亲了下去。最开始吻的还很轻柔，可越到后面就越激烈。